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枣树的嫁接。这里讲的呢是用枣树做材料，这小枣树的，看这个小枣树，我们一会来把它剪断，然后给它嫁接一个结枣子的枣树。那这个枣子它是不会结，你看上面也开花，但是它到时候结出的是一些野枣子，不会长出这个大红枣来。所以，我们要给它嫁接，把它的品种给它改换。那这个嫁接的需要的工具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剪枝剪了，我们要把它这个针母给它剪断，还要到这个枣树上去剪下接穗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剪枝嫁接剪，嫁接刀，不是这个嫁接刀不是必须的。你就是普通的比较快的刀都行。我这里的是专门的嫁接刀，因为它这个是弯月形的便于修的。那这一个呢是可以作用劈的，是专用的嫁接刀。但是呢，你要是没有这个的，就是普通的刀也行，普通的这个刀也可以，就是要快，这个刀要比较锋利。所以这是一个是嫁接刀，还有一个就是嫁接的退谱。这个退谱，你要是有了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。它这个退谱的好处就是它有点弹性。我待会演示给大家，它的目的是要把嫁接的伤口包裹，防止雨水进去，而且能够保持嫁接伤口里面的湿度。这个是退谱的作用。你要是没有这个退谱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我们平常的保鲜膜，你把它裁成这么细长条条，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样的包装绳子最后我们会把它捆起来，把嫁接的接穗和针木给它捆起来，使它紧密的接触。你要没有这种绳子，任何其他的绳子都行。这个小剪刀不是必须的，那有了也会比较方便，待会我们会用到。下面我们来去看一看接穗，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来接穗，怎样取。说到取接穗，你这个接穗的粗细要和你这个针木的粗细最好是比较相当比较好。那比它小一点也可以，大一点也行。但是呢，最好是相当，所以我们下面就去找跟这一株针木差不多粗细的接穗。那我们来到这一棵枣树上来找适当的接穗。接穗呢，它的选择的标准就是要是当年，你看这个枝条就是去年发生的，它枝条颜色比较深，甚至是2年3年都多年了已经。但当年发的枝条呢，你会有一个特点。就是它比较嫩，你看这个枝条就是的，它比较嫩，然后上面的梢子还很新，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做接穗的，而且它暴露在阳光之下，生命力很强。但这一根对我们来说太细了一点，稍微细了一点，可以考虑来这里有一只，在树的看看。在这个树的尖部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剪过去，这个粗细差不多，可以把它。我一共取了2根枝条，这里来了，2根枝条呢，今天来做接穗。你看它们都是当年的比较嫩的。那接穗来了之后呢，怎么处理呢？我们用什么位置呢？接穗来了之后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这个接穗上面有很多小枝子，对不对？有主枝，旁边有侧枝。那我们到时候这个嫁接的芽，它会从这个主枝和侧枝之间的这个地方，那会从这个地方冒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要保留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。那我们怎么处理呢？就是把这个剪掉，把这上面小侧也剪掉。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剪枝的
2刀子粗，2刀子粗，1刀子堵是吧？2刀子粗就是在这个分叉的地方，上面大概1到1.5厘米的地方，你剪1刀子。然后呢，在这个扯枝的这也是1厘米左右的地方，你也剪1刀子。这就是2刀子，有这么2刀子，它就会促进这个野芽的这个在这里的萌动。然后下面呢，我们再把它从这里剪，这样就是一个接穗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接穗。我们在这里剪1刀，然后两边的这个刺都把它抹掉，枣树上面是有刺的，都把它抹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用你的嫁接刀来削这个接穗。那怎么削呢？就是把它削成一个楔形就好了。削，两边削成那种上面厚、底下薄的那种。这个削，这个削应该是削。这样削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这个刀子要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形成这些毛刺在这个伤口面上面，要形成比较锋利的比较这个整齐、比较清洁的这样的伤口。你看这个削成就是一个楔面，上面这个地方比较厚，是吧？到底下就很薄了。那这个到时候就可以就方便插进去，插到这个针木上面去。这样就削好了。下面我们就是来看这个针木，来怎么处理这个针木的问题。那这个针木呢，我们看这个针木，你从底下往上看，已经有很多节了，是吧？有好多节了。假如说你想用这个野生的小枣苗做针树，做针木的话，你早的就把它上面把它顶部给它掐掉。顶部掐掉的目的就是限制它再长高，然后使它长粗壮，所以这个就已经比较粗壮一点了。那当你嫁接选择什么部位嫁接呢？你最好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到基部。太高呢，这个它在底下的这个野生的这个生长力太强，以后会 cause a problem。但是太低呢，你也可能对。我的选择是大概是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这个地方。那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，假如说你这个嫁接失败，这个针木你还可以，它下面还是活着的，你可以继续把它剪掉，从下面再嫁接，所以给它留一点余地。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，下面还留2爪小枝枝的目的呢，就是保持这一棵针木苗子的生命活力。你还要给它留一点这个野生的枝子在这里，它本身的枝子在这里，那直到它这个你嫁接苗成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选择根据这个针木的粗细，我们就选择这里吧，选择这里，跟它剪1刀。那下面我们就来操作这个嫁接的实际过程。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刀的，用这一面来把它这个跟它从上到下重剖一下，把它剖开，稍微深一点没关系。你要跟这个深度要能插进去，看到没有？那这个说到这里，我们顺便说一下这个果树嫁接，它为什么2个这么嫁在一起，它能够成活，长出新的枣苗子出来，长出新的枣苗是这个的遗传特点，而不是它呢？它是怎么成活的呢？它这个道理就是，这个植物的这个茎部外面是韧皮部。里面呢是木质部，比较坚硬的，在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
这个当中一点点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。这个韧皮部和当中白色的木质部之间，这个之间当中有一批我们叫做形成层，意思就是这一层的细胞是生命活力最强的。当你把这一个藻素剪了之后，它这个形成层就开始活动，然后就形成愈伤组织，就跟人的伤口恢复一样的，就开始恢复这个伤口。那这个接穗，你把它修了之后，它这一个韧皮部和木质部、韧皮部和木质部之间的形成层开始活动的时候，也就有新的细胞开始分裂。这个细胞分裂和遇到了它的细胞分裂，那两群细胞长在一起，这个嫁接苗就成活了。所以这个是它背后的原理。那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嫁接的时候很重要，就是假如说你这个粗细，针木的粗细和接穗的粗细是一模一样的，那关系那就正好。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针木比接穗还是稍微要粗一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保证什么？保证它一边是对齐的，这一边是对齐的，或者这边对齐也行。你要保证它一边对齐，这一边对齐的目的是让它的形成层，让它针木的形成层和这个接穗的形成层能够遇在一起，能够交汇在一起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插接穗的深度不能插得太深，上面还要留点点白色的，这叫露白。露白的原理也是因为这里有伤口，让接穗有伤口在这里愈伤，所以呢，它能够产生这个愈伤的组织或者愈伤细胞形成的愈伤组织，所以要留一点这个，我们行话叫做露白，这里要露一点白。那这样子你把它对齐，这一步是比较精细的一个活，比较准确。对齐，对齐了之后呢，你就用这个包装绳子把它一捆。这个是针木不搞混了，把它这个要把它用点劲，把它绑在一起。然后把它这个要把它系紧一点，也是要。这个地方你不一定要用系活结，就系个死结，就行了。然后把多余的这个剪掉。这个时候你会看见，你看我这个嫁接的这边是对齐的，那这边呢还是有点缝隙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因为接穗比针木要小一点，所以就是一边对齐。那然后完了呢，我们就用嫁接带把它包裹起来。嫁接带的好处就是把这个伤口啊，因为你这个伤口一直劈到这下面来了，要把它整个包裹起来，防止这个雨水进去。这包的时候呢是从下到上，这样雨水进去的时候，雨水就顺着这流，它就流不到这个伤口里面去。你就这样包裹，一层一层的往上，然后到了最上面时，看到这里，看到最上面这里，你要把它包裹进去。到上面就不一定说要包那么紧了，但是一定要把它包进去。就是这个目的，就是要跟它提供一个湿度，让它起作用。最后这么轻轻的把它捆一捆，这一步倒不用捆得太紧，这个就是把最后的嫁接带给轻轻的给捆一捆就好了。那这个嫁接就结束。那这样的嫁接成功率基本上是100%，假如不是100%， 95%是有的。所以手法我还没有太失败过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你怎么判断你这个嫁接成功没有呢？这个上面接穗这个地方
你现在是绿色的是吧？你只要从外面看，它一直是绿色的，就表示它还是有生命活力在。那假如不是绿色的，它变枯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看我前面一段时间嫁接的一颗苗子。这里有2颗苗子，是我朋友他要我帮他嫁接的。那你看这一颗是还没有嫁接的，这一颗还没有嫁接，但是呢，我在1个月之前我把它的上面的尖枝给它剪断了。一个是剪断了，因为它这是放在一个小花钵里的，它那个苗子太高太长，那老是需要浇水，我就跟它剪断了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长粗，不要老长高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大概我想记不太清楚，可能2、3个星期前吧，给嫁接的成的。那现在我看它已经嫁接成活了，已经长出苗子出来了。你看这个，我刚才说给大家判断的这个接穗，这个接穗的颜色，这个接穗的颜色是绿色的，对不对？假如接穗的颜色是绿色的，就表示它生命力还在。但是现在不光是绿色的，你看这还长出新叶出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？你可以不用管它，它自己这个新叶会把这个嫁接的这个 tape 啊，嫁接带给撑破，因为生命力是很旺盛的。还有一种办法呢，就是你把这个 tape 给它跟它松绑。那现在我们今天就来给它松绑。那当我知道这个嫁接成活之后，我这以前留的它一些本身的这些就不要了，就可以把它剪掉了，至少跟它剪很多去，不要留太多。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嫁接之后的管理。以后嫁接之后，那你就要记得，你这个嫁接是从这个地方嫁接的，所以这就是嫁接口，是吧？把这个剪掉。凡是从嫁接口以下长的，你都要把它嫁接口以下长的苗子，你要通通的给它剪掉。它什么时候冒出来，你就什么时候给它剪掉，这个是必须的。否则的话呢，它的生命力会比较强，会让你上面的真正嫁接的那长不出那个的，长得不好的。所以这个我们把它打开，你看看，这个接穗还是绿色的是吧？然后，哒哒，你看见没有？是不是长出新芽了？这一个新的芽子就从，这是我刚才讲的，就从这个主枝和侧枝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它野芽萌发的地方。所以我这个 tape 呢，我不全面松掉，我就松到这个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底下这个伤口啊，还是需要用 tape 把它，跟它保持，让它不要进雨水进去，稍微跟它留在那里就好了。所以这就是一颗已经嫁接好的。这里还给大家看一颗，也是我跟刚才那个同时期嫁接的，另外一颗。你看这一颗我也没有松绑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长出的小苗它自己已经冲破这个嫁接带了，这个 tape 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跟它松绑，让它，你看它把这个带子给冲破了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冲破了。那我为了这么拎过来，很可能会把它做伤，会把它搞伤，我就把这个 tape 把它剪一下。对，剪一下，你看它把这个 tape 都搞冲破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又是的，它又是把这一层 tape 给冲破了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也给它剪一下。那这一个显然就比刚才那个长得要更健康一点。这里再一次看到它是把这层 tape 是冲破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下面到这里我就不理它了。现在已经给它松绑了，所以它下面应该会比较 happy。而且这长出来的，我明显的看得到这个里面这是藻头，是很出众的。那顺便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嫁接一般我以前的时间都是在盛夏，在 summer，大概是7月份、8月份。
那个时候枣子都收过之后，当年发的枝子都已经很成熟了，用来嫁接的。那今年我就做了一个试验，在春天的时候，这个今年发的新枝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来做嫁接，做了一个试验。春天的枝子嘛还比较嫩，所以这一盆和刚才那一盆就是做的这种实验，你看看也成功了。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在今年这个生长季节，它就能够长出，它能够长个1尺多高，会长得比较快的。那假如说是在夏天或者是秋天来开始嫁接的话，等收了枣子之后再嫁接，那个时候在入冬之前，我们看到的还只是这个样子，只是看到小枣苗发芽，所以呢就会受影响，生长速度就慢一些。所以今年做了这样一个实验，看样子这个实验是成功的。我一会也要把这个，既然这个成活了，就要把下面这个老枝子也要给它掰掉，就不用keep了，可以留一点点，适当的留一点点，保持它的生命活力。但是以后只要从这个嫁接口以下出来，都要给它掰掉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节目有点长，谢谢大家。